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阵容硬核，诚意仙气满满，终于有让我熬大夜追的古装剧。庆余年的火爆再次证明了男性题材电视剧的巨大市场潜力。这2年，不止这一个系列火了，还有很多其他男性剧也备受追捧。比如张若昀主演的《雪中悍刀行》，从刚开始的不被看好到后来越来越火。郭麒麟的赘婿也是越播越热，去年的《莲花楼》更是好评如潮，口碑爆棚。这些剧都证明了男性题材电视剧的受欢迎程度。男频剧在中国电视剧市场一直都很火热。自从《庆余年2》播出后，程毅主演的《富山海》更是火了一把。这部剧不仅有实力派的演员阵容，还展现了精彩的古装剧情，一下子就成了男频剧市场的黑马，让大家都特别关注。《富山海》现已发布热血预告片，虽然目前电视剧的播出时间还没确定，但大家很有机会在今年，甚至是暑假期间看到它了。大家敬请期待吧。富山海即将上映，我们先来瞧瞧预告片，看感觉怎么样，确保它符合我们的期待。富山海的整体布局真是大气磅礴，用的材料摸起来也特别棒，整体感觉特别稳固，真是棒极了。电视剧《富山海》讲了主角萧秋水，就是程毅演的那个角色，在武侠世界里怎么冒险的。他本来是个普通的小剑士，但经过一堆事儿，最后变成了超级厉害的武侠大侠。男主角真是挺特别的，他呀，就是那种典型的现代青年。他脑子里的现代观念可强了，但说实话，他这性格呀，就像被磨平了边角一样，不那么锋利了，整天就像条咸鱼似的，缺少了点儿斗志。不过呢，这也挺有意思的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嘛。庆余年里头的现代视角和思维方式，那可是他的大亮点。而富山海也用了这种设定，让人读起来有种类似的快乐感。2部作品都挺有看头的。富山海若剧情扣人心弦，即可能与庆余年系列形成共鸣，成为其中的佳作代表。一部戏剧的质量高低，关键在于制作团队。制作人员是戏剧成功的重要基石，他们共同努力，确保每个细节都达到最佳状态，从而打造出高品质的戏剧作品。导演任海涛和演员程毅联手打造了多部热播剧，像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莲花楼》和《沉香如屑》这些作品，都是他们默契合作的结晶。这种合作对双方的创作都大有裨益，让作品更加精彩。那些之前让人激动的剧集，确实说明了富山海和 S 家的对标能力相当接近，这再次证明了他的实力和潜力。从富山海的预告看，这部电视剧可真是花了大价钱啊，成本绝对不低。这部近2分钟的作品，视觉效果都是后期制作，水花四溅和毛笔舞动全靠特效。如果预算不多，它可能会变成儿童剧风格。但富山海预告片审美在线，武侠风满满，很受大家喜欢。富山海这部剧，演员妆容精细，特效惊艳，展现出高品质。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深藏的丰富剧情价值。富山海这部大作，从预告片看绝对是 S 加级别的精品。既然剧本已经砸钱制作，那大家肯定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。富山海这部戏里，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无疑是吸引观众眼球的重要一环。他们的表演真是让人目不转睛，给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。程毅的风格就像仙境一样，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。他的团队实力也很强，跟那些顶级的剧集比起来，一点也不逊色。这部剧主角是程毅，不过预告片里剧情和角色都让人摸不清头脑，基本上就是程毅来回晃悠，
感觉更像是一部热血电影的前奏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它更像武侠 MV 多点。话说回来，只要放了程毅，立马就有上千名士兵站出来为他拼命。预告片里，程毅展示了2种不一样的造型。他先穿了一件白衣，简直仙气飘飘。他本来就瘦高的，再配上古装 T 恤，简直就是窄腰长腿的完美展现。程毅虽然瘦，但动作戏超赞，每次一出手，那震撼和力量简直了。而且他每个定格画面都超有戏，完全不输戏曲里的华丽感觉。真的，看他演戏就是一种享受。程毅的表现真的超赞，妆发老师特地把他的眼睛和嘴巴画得特别突出，让他的脸看起来更有型。这样一来，他的那种邪气和不羁的性格就更加明显了。特别是在那些特写镜头里，他简直就是靠颜值就能 hold 住全场，不管观众怎么想，他就是能强行吸引大家的目光，5分钟就搞定了。后半段的剧情里，程毅选了黑化的古装，让他的妆容和形象更统一了。除了原来那种仙气飘飘的样子，程毅后来还展现了一种野性和兽化的帅气，这种魅力让男主更吸引人。看过《莲花楼》的观众肯定都对程毅那精彩的打戏印象深刻，随便挑一段出来都能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那这次《富山海》作为武侠剧，打戏部分肯定是重头戏。我感觉这次观众得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好好欣赏了。《富山海》这部剧除了主角程毅，其他演员阵容也相当豪华，真是看点满满。女星古力娜扎在娱乐圈可是个亮眼的存在，红毯上她的表现一直都很出色。过了2年，大家更发现她其实是个被低估的宝藏女孩。现在，她终于迎来了一个高配置、强团队的好机会，娜扎可得好好抓住这次机遇啊！陈钰琪这位演技与美貌并存的女星，自以《天屠龙记》和《香蜜》重陈静如霜大火后，主演了不少剧集。虽然《富山海》中女主角不算多，但陈钰琪扮演的这些男频剧角色，在某些时候甚至比那些狗血爱情故事更受欢迎。《庆余年》里，李沁和宋轶可是2大亮点，都是那种最顶尖的代表。徐振轩虽然人气不算高，但长相硬朗，外形备受观众喜爱。在演《富山海》前，他参加过一些小制作，对观众来说挺陌生。在这个审美疲劳的娱乐圈，新面孔容易赢得观众青睐。徐振轩作为潜力黑马，肯定备受期待。刘梦瑞和程毅在《富山海》里跟很多女配角都有合作，她演过《琉璃的玉》和《莲花楼》的昭灵公主，角色都很有灵气，长相也活泼可爱，演技更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这次我又和程毅合作了，据说我在剧里的角色还挺重要的，戏份也多。要是这个角色能让我学到点啥，或者创作过程有意思，哪怕暂时不被大家喜欢也没关系。《富山海》这部剧，从大视角看，男主角个性特点很明显。虽然演员们都很年轻有才华，但他们前3部作品就已经在一线品牌中崭露头角。这些演员的人气和热度都给这部剧带来了很大的关注度。但说到《富山海》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剧本了，其他都是浮云。男频电视剧里，剧本的稳定性太重要了。就像《莲花楼》那么火，还有《庆余年》那么受欢迎，除了演员演得好，剧本也是功不可没啊。要是剧本不行，那演员再努力也没用。所以说，剧本稳定，电视剧才能稳赢。对于表演者来说，外貌和技巧都只是角色和作品的包装。虽然华丽的外表能一时吸引观众，但如果只是外表光鲜，内在却空洞无力，那观众就很难一直喜欢下去。所以，表演者的内在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